国产最大排量的倒三轮路威蓝盾，车长3.5米，车宽1.9米，4缸发动机，1800cc，这应该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台倒三轮摩托车，前置驱动。郑总，我要很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这也是网上大家关心最多的问题，是说路威蓝盾的38军既没有汽车的舒适性，也没有摩托车的便利性，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是这样，这两句话呢是国外大品牌善待我们的杰作，然后他们是这么操作的，在我们的所有的视频的评论区，他们发这么两句话，实际上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两句话是荒谬的。如果他们更高明一点，他们会保持沉默。好像你这个车无关紧要。一个全新创新的品牌，解决了国外大品牌造了100多年车，而且还很不安全的这种局面，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一个危险。听说本山大叔买了3台路威蓝盾。是的，我想知道我们这辆车的用户群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会购买这辆车？首先第一个群体呢，都是骑了很多年的大摩托车，对，他国外的各种品牌他都骑过，他们对大摩托车呢，他比较敏感。当这些人看到这个车了以后，他们行动比较快。那么第二个群体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有些企业家、影视界的，他们呢就是喜欢摩托车，那么他们也下手比较快。这些群体呢，是我们当初预料到的，而且还会不断的壮大。但是我们的设计理念呢，为那些以前从来没有骑过摩托车的，也没想到他这辈子会骑摩托车的，对，这个群体是我们当时设计理念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实践证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客户是这个群体。另外一个事情，我特别好奇啊，这个车为什么卖的这么贵？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东风1.8的发动机，我不理解，大家也不理解它为什么卖的这么贵，因为我们的起售价是28.9万。对，为什么卖的这么贵？是的因为这个车呢，首先我们用了7年的时间做研发，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它的这个要满足国家的3轮摩托车的标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的用的材料，对，比如说车架，比如说覆盖件，包括到每一个螺丝螺帽用的材料都比国外大品牌的摩托车的材料更高级，规格更高。它的车的这个价格不是由你的采购成本决定的。相对于来说，一个汽车的构造来说，我觉得它应该是变得更智能化的。以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过于精简。是。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升级？对，我们的理念呢，就是说，首先要做到把它故障率降到最低。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不断的升级，然后提高。首先，我们会有这个大屏幕。对，这个大屏幕呢，全液晶屏幕，全液晶的。对，而且呢，这个大屏幕呢，它是结合了这个汽车和摩托车的风格元素的。它不像汽车那样只是平板，我们还把这个大屏幕呢融入了很多摩托车的元素在里边。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会给它加上气囊，这个有前气囊，还有侧气囊。当侧面的物体加速靠近的时候，这个侧气囊的传感器呢会识别出来，会自动弹出侧气囊保护侧面。另外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因为目前这辆车的这个官方的售卖点并没有开到全国各地，我想知道用户购买之后，它的售后维修保养是怎么处理的，包括质保。是的，我们的质保呢是提供了2年2万公里。对，发动机呢是终身质保的。我们是一个纯国产车，它为什么叫路威蓝盾38军？听起来非常像一个国外的名字。路威就是在路上很威风、很霸气。那么蓝盾呢，就是蓝色盾牌的意思。
这两个字呢和外国没有任何关联。那么38军呢，是曾经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万岁军，打仗特别厉害。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刚才和郑总聊那么多，下面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这款路威兰顿38军。今年的脚踏大家可以看到，它做了一个加宽加长，可以说我人站到这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的宽。另外，今年的这个轮胎也做了一个加宽。当我脚放上来这一刻，大家应该对它的轮胎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个轮胎真的是很冒昧，非常的冒昧。这是一个335的东洋轮胎。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看，这个是远光灯、近光灯，外面是日节行车灯，下面这个可以理解为一个改装的雾灯，但它原厂标配，也就是它是合法改装的。其实这个车真的是，我认为这种车的话，就是越简单能彰显出来这种霸气感就够了，无所谓过多的装饰件。它这个引擎盖的材质是使用了一个纯碳纤维的，非常轻薄的一个纯碳结构。另外再往下面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转向灯、大灯、雾灯、车架的结构。从这儿的话，车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车架很粗壮。初代车型发动机这一块是裸露的，所以它的第2代车型给这块也做了一个开模件，把发动机彻底包在了里面。这样看起来的话，车辆的完整度变得更高。然后这个位置也使用了纯碳的结构，这个是它的标志。路威兰顿38军，刚才郑总也给大家解释过，它为什么叫38军。另外，这个是它的挂挡杆，它这个挡杆跟汽车是一样的，挂挡的方式也跟汽车是一样的，因为它用的是 CVT 的变速箱。我们再往这边走，大家可以看到2个脚踏，分别为刹车跟油门，所以它的操作方式跟普通摩托车也不一样，因为它的操作方式更趋近于汽车的操作方式。这个是它定制的一个储物空间，这个储物空间的容积大概是在50升左右。另外，它的这个后摇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它的后摇臂，这个也是一个纯碳的一个后摇臂。然后后减震也使用了氮气可调节减震，同样这个后减震也是来自于法国低音的一个减震器。后挡泥板也同样使用了一个纯碳纤维的一个结构。当我上来之后，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车有多大。而且从前面看起来，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霸气，而且它的手把非常宽，所以我们先把镜头拉近。所以这辆车你是可以选配很多东西的。它卖的是车，但更多的是根据你个人喜好去选装。我先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发动机的声音跟音响的声音。它的启动方式需要先用脚踩住刹车，然后它是一键启动。这个声音还是非常的浑厚。OK， 给大家放一下音乐，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音乐。它这个音乐声音可以说相当炸裂。OK， 听过了它的音乐之后，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使用了全车6个喇叭的一个法国蒂芙尼的音响，这套音响选配价格是2万2。另外的话，这辆车使用了一个博士3通道的一个 ABS， 大家从这儿可以看到它的油箱，它使用了一个45升的油箱，官方宣称的续航里程大概是在800公里左右。这里是有2个水杯支架，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需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把镜头拉过来。这辆车是带有驻车制动的，也就是跟汽车的一样，但它的驻车制动放到了这个地方，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摁下去和搬起来，跟汽车的使用方式也是一样的。这个是它的驻车制动。我们把镜头向下，可以看到它做了一个铝制的一个放脚的脚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脚踏了？就是因为它的坐垫非常宽。我坐上来之后，如果我正常放脚的一个姿势放久了，我需要稍微往前放一下。它最初那代型号是没有这个脚踏的，所以你整个脚是一个悬空的状态。第1代车型，它的脚踏位置只到了这个车架，到现在为止，外面延出来的这一部分脚踏是它升级过之后做的这么宽。另外，它的价格目前起售价格是28万9起售，而它的顶配价格做到了45万。其实45万也不是它的顶配价格，因为这辆车可以选配的地方真的是非常多。悬架、轮胎、减震、音响、坐垫，
后面的三厢、三包或者皮质的包，以及刹车系统，包括排气等等一系列，以及它的油箱都可以使用碳纤维。所以这辆车的选配完全在于你自己想投资多少钱，包括全车要加多少灯光。另外，大家肯定好奇这辆车骑起来到底怎么样？骑起来是一个什么感受？它的这个转向感觉到底怎么样？那么接下来就到了试骑的环节。这辆车实际骑起来，完全就是4平8稳的感觉，而且非常拉风，几乎走到哪儿都不缺拍照的路人。可见大家平时也很少见到这么大的摩托，尤其你告诉他这是一台国产车，他更难以置信。至于这个1.8升4缸发动机的运行感受，大家参考同排量汽车就可以。区别是路威兰顿可以稍微快一点点，因为它的重量更轻，相比汽车它只有600公斤。刹车方面同样可以参考汽车。悬挂方面使用了双叉臂式设计，有防侧翻和平衡稳定器，也是汽车的结构，配合法国低音减震器，完全就是4平8稳。舒适方面，它的坐垫足够宽大，脚踏位置足够宽大，也有伸缩式靠背，所以舒适度也没问题。至于转向的操控感，这辆车是配有电子转向阻尼的，只要你骑起来，它的转向还是非常轻盈。同时在高速也不会出现车把抢手的感觉，低速倒车、低速转弯也不会出现车把很重的感觉。视频最后，大家第一次骑路威兰顿，只需要注意它的车身宽度和较大的转弯半径就可以。至于剩下的，只有拉风。OK， 今天的视频的话就聊这么多，哪里不对多多指点。